这里的风到底有多大吗？刚才我差点被吓死，我的车停在这里，差点被风给吹走。大家好，我是比伯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。我已经开车从著名的怒江汽车馆下到了怒江河谷里，现在准备沿着怒江边一直走，开车去看一下怒江大桥。本来觉得这是一场不普通的行程，没想到会发生这样惊险的事情，把我这个菜鸟司机吓得够呛。刚才我差点被吓死，我的车停在这里，差点被风给吹走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刚才我准备下车去看那个怒江大桥，可能是我当时因为手刹拉的不是很够力，然后一开门，一阵风突然吹来，把我的帽子吹走了。我去追帽子的时候，发现我的车也在后退，还好我眼疾手快的，立马回身把车手刹又拉上来，然后直接在车辆后面放上了，才去那个。知道刚才有多危险吗？我的车只要再往下溜一点就到了马路上了。这条马路上车来车往的，还有不少大货车，只要后方车稍微不注意，那肯定会发生车祸，而且还是我的全责，想想就很后怕。没想到拉手刹了，车停稳后还能被一阵风吹走。这是辆照片，怒江隧道。游客止步，现在不让进去了。哎，这什么声音？怒江大桥位于西藏自治区昌都市巴蜀县境内，是318国道组成部分。怒江大桥坐落于高山峡谷之间，横跨怒江，全长74米，海拔2730米。因其地势险峻，又具有重要的交通地位，被称为川藏公路国道318线的咽喉要道。1953年，怒江大桥建成时是一个便桥，1972年改建为水泥混凝土拱桥，并一直使用到2013年。我现在走的地方是新的怒江大桥，一路上都摆有各种祭品。走在新的怒江大桥上面，你会发现这里放着不少祭品。当有车通过此处时，还会鸣笛。这里到底发生过什么可歌可泣的故事呢？据说当年在修建怒江大桥的时候，有一名小战士在查看桥墩浇筑情况的时候，不小心掉入了还未凝固的桥墩里。战友们想去抢救，但是根本来不及。最后，这名小战士就永远的和桥墩凝固在一起了。后来重新修建怒江大桥的时候，为了纪念这名小战士，其他桥墩都拆除了，唯独保留了那根特殊的桥墩。时过境迁，2016年新的怒江大桥开始通车了，但是旧的怒江大桥和那根特殊的桥墩依旧矗立在那里，仿佛这名牺牲的小战士依旧站在那里，守卫着新的怒江大桥。在开车经过这里鸣笛和摆放祭品这些行为，我觉得不单单是为了纪念这名小战士，而更多的是为了纪念所有当年为修建318国道付出血水、汗水乃至生命的解放军战士们，仿佛在告诉他们，我们这些后人从未忘记他们的付出和贡献。现在祖国繁荣昌盛，国泰民安，你们可以安息了。怒江大桥也实在不方便过多时间停留，我就准备离开这里，出发前往蓝芜湖了。今天的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欢迎大家点赞、关注、留言、转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